结婚第7年，妻子于欢欢在朋友圈高调发了一张亲密照，照片里她高坐在小助理的腿上，两人眼眸微眯，双唇紧紧贴在一起，似乎下一秒就要擦枪走火，深入交流。配文：情不自禁。我评论：去开个房吧，影响不好。下一瞬，于欢欢打来电话，怒气冲冲骂我怎么那么恶毒，都把小助理吓哭了，说他们只是玩游戏，是开玩笑的，让我不要那么小心眼，扫他们的兴。事后，小助理发来他跟于欢欢十指相扣的照片挑衅：你33，我23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老男人！我微微一笑，转头让他净身出户。脏了的女人，我不稀罕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于欢欢一晚上都没有回来，她一向如此，借用这种手段来逼我低头，让我就范。昨天是我们结婚7周年的纪念日，我甚至专门请了1天假，买了她心心念念的包，还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烛光晚餐。我在家满怀期待地等她下班，可一直等到深夜，她都没回来，打电话不接，发消息不回，最后等到的却是她和小助理姜妍的亲密照。原来她不是加班，而是去陪其他的男人了。换做以前，我可能会生气，会质问她和那个男人什么关系，会和他冷战。可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，我不在乎他和那个姜妍有没有发生那一步的关系，更不在乎他心里还有没有我。脏了的女人，俗称破鞋，破了的鞋没必要花时间去修，直接丢掉就好了。第二天在医院取药的时候，却意外又看到了于欢欢，她和姜妍靠在一起，后者温柔地搂着她的腰，在她耳边嘶摩呢喃，像是一对热恋期的小夫妻一般。见到我的那一刻，姜妍还故意把于欢欢往怀里摁了摁，大手在她臀部游移，眉宇间满是挑衅跟得意。她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，眼中的讽刺之意毫不掩饰。哎呀，欢欢姐姐，这不就是你那个废物老公吗？还特意追到医院来了。啧啧。说罢，他又直勾勾看向我。姐夫你放心，我跟姐姐就是比较好的朋友而已，没必要特意跟踪我们的。我迎上他挑衅的目光，站在原地，定定地看着亲密无间的两人。沉浸在温柔乡里的于欢欢终于抬起头，看了我一眼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眼里闪过慌乱的神色，但很快他就镇定下来，很淡定地从姜妍怀中离开，理了理衣服，眉眼间满是冷冽。张哲，你一个大男人怎么那么龌龊，还玩跟踪？我就一点和朋友相处的自由都没有吗？一边说，还一边揉着眉头，似乎很是烦躁一般。早知道你这么小肚鸡肠，我就不该嫁给你。姜妍笑得更加得意，轻轻搂住于欢欢的肩膀，柔声道：都怪我不好，就一个小感冒而已，你非要亲自带我来医院检查，这不又让你老公误会了。哎，他回家不回跟你吵架吧？我还是头一次在一个男人口中听到这样浓的绿茶言语，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见我沉默，于欢欢脸上的责备之意更浓。张哲，你哑巴了是吧？还有你昨晚那是什么态度？我不是跟你说了，我们只是玩游戏。昨晚姜妍喝多着凉了，我就送她到这儿看一眼，你有必要还专门跟踪过来吗？于欢欢的声音很大，丝毫不顾及这里是公共场合。周围的吃瓜群众从言语中立刻听明白了前因后果，看向我的目光里有同情，更多的却是嘲讽。我轻轻握拳，又慢慢松开，看着在我面前亲密的二人，语气平淡的开口：我没有生气。呵，
我还不了解你。于欢欢嗤笑一声，丝毫不信，动不动就不理人，冷暴力，跟个神经病一样。这次又想耍什么花招？说着说着，他看到了我手中的病历，脸上的不屑更浓，冷笑着开口：“怎么，这次换成装病了吗？张哲，你一个大男人，能不能不要用这些幼稚的手段？你这样不会让我心疼，只会让我更加厌恶你。”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直直地看着他，看着这个我熟悉却又陌生的女人。曾经，每次我因为他和别的男人接触的事情跟他吵架时，他就骂我心思龌龊，不给他自由。当我沉默时，他又会说我在冷暴力他，最后就会接连好长一段时间夜不归宿，等着我跟他主动道歉，再卑微地将他接回来。他再会如同施舍一般告诉我下不为例。可这一次，我不想跟他吵，我只是点了点头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他们只是在嘴对嘴的玩游戏，知道他一个有妇之夫被其他男人搂在怀里来医院，只是因为对方生病，身体虚弱。我更知道他很厌恶我。说完，我拿着我的病历，直直地与他二人擦肩而过。路过他的瞬间，我眼角余光注意到于欢欢似乎有些奇怪，伸手就要拉我，但姜妍却假装很自然地握住他的手，十指相扣。欢欢姐，我们去取药吧。于欢欢没有迟疑，立刻点头，甚至没有回头看我一眼，就被姜妍搂着离开。我默默坐在医院的长椅上，胃部的抽痛让我脸色有些苍白，额头也是汗如雨下。可相比起来，更痛的是我的心。从始至终，于欢欢都觉得我在生气，在故意跟踪他。明明他都看见了我手中的病历，还自欺欺人的觉得我在装蒜。我知道他是故意的，故意在我面前和别的男人亲热，觉得这样一来会让我后悔，然后再像以前一样拿捏我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此刻我只觉得反胃，不仅仅是生理上，还有心理上。我的胃部因为应酬已经变得脆弱不堪，医生给我开了药，又在医院观察了2天，这才允许我出院。我拖着虚弱的身子开车回家，打开门，空气中腐败的气息让我忍不住皱眉。于欢欢这些天还是没回家，摆在茶几上的水果已经有了腐烂的迹象，就像我和他的婚姻也正在慢慢变质变坏。又过了2天，于欢欢终于舍得回家了。我听到开门的声音，还不等起身，于欢欢就气势汹汹地冲进卧室，指着我的鼻子开骂：“张哲，你要死是吧？这都几点了，不知道我没吃饭呢。”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于欢欢说自己不喜欢到外面去吃饭，总感觉不卫生。为了照顾他，我开始戴上围裙，看着教学视频学做饭。可当我不小心切伤手指，鲜血直流，又或是被滚烫的油锅溅到，烫得龇牙咧嘴时，他不仅不会心疼我，反而会一脸不屑。做个饭都能伤到自己，你看看别人家老公。然后察觉到我生气时，又敷衍地安慰我几句辛苦了，下次注意之类的毫无营养的话。几年下来，他已经习惯了，不管自己多晚下班回家，我都会为他准备好晚饭，即便我自己也强忍着一天的疲惫。面对他的质问，我深吸了口气，撑起身子解释：“我不太舒服，你要吃饭的话，自己点个外卖。”说罢，我又转身躺了下去，可他反而更加来劲，扑上来一把扯掉我的被子，语气满是不悦：“还装？不是我说你有完没有？不就一个纪念日吗？”说着，他从包里掏出一个盒子，施舍般扔给我，直勾勾砸在我的脸上：“喏，给你的礼物，差不多行了，赶紧起来做饭。”我没有动，他又低声骂了一句，随后拿过盒子打开，里面是一条男士腰带。
我扯了扯嘴角，心中默默叹了口气。这个牌子，那天在医院我看到过，是姜妍脚上的那双皮鞋同款。不用想，这是赠品。他把别人不要的赠品当作礼物施舍给我。我嗯了一声，不再理会，只想继续休息。不是你什么意思？于欢欢又愤怒又疑惑。我送你礼物，你就这反应？那我该是什么反应呢？我想了想，过去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很少给我买礼物，每一次，哪怕是一些小恩小惠，我都会表现得很开心、很激动，仿佛那是世界上最好的礼物一般。可相反，几乎大大小小每个节日，我都会给他送礼物、转账，但他从来不会有任何情绪波动，甚至从来不会像其他女生那样在朋友圈炫耀、分享。我一直以为他是性子冷淡，直到之前看到他在朋友圈秀姜妍给他买的一束花。一束花，他笑容灿烂道：“我以为那是一束黄金。”我提出质疑，他只是冲我翻了翻白眼。朋友送的，秀一下怎么了？再说了，我们都结婚了，你送我礼物不是天经地义的，有什么好分享的？思绪回到现在，我看了看那条劣质的皮带，只觉得全身冰凉。哦，谢谢你的礼物。也许是我的语气过于冷漠。于欢欢一愣，接着更加愤怒。不就是一个结婚纪念日而已，你有必要吗？哪天庆祝不是庆祝？再说了，我都给你买礼物了，你还要怎样？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不作会死吗？呵呵，的确没必要。我冷笑。他拿着给别的男人买礼物的赠品丢给我，我就该千恩万谢。他也知道时间过了，如果哪天都可以过的话，那为什么叫结婚纪念日？不过都无所谓了。这么多年的夫妻感情中，似乎只有我会在意这些。我淡淡的回了个嗯。他似乎泄气了般，自言自语地骂了句神经病后，一边收拾化妆，一边开口：商场那边新开了家餐厅，我想去吃，你赶紧起床，别装病了。到了现在，他依旧觉得我是在装病。我说了我不舒服，我再次强调，可只是阐述事实的一句话，却让他的情绪更加愤怒。你没完了是吧？不舒服，不舒服，你怎么不去死呢？赶紧起床！于欢欢做事就要拉我，可就在这时，他包里的手机响了。宝贝，来电话了。那做作的气泡音是姜妍，这是他的专属铃声。我扭头，一眼就看到屏幕上跳动的照片。赫然是于欢欢和姜妍的合照。见我的视线落在他的手机屏幕上，于欢欢下意识地躲了躲，言语也有些恼羞成怒：“你有没有点边界感？知不知道尊重他人隐私？”他起身走出卧室，接起电话后，声音变得柔和，和刚才的尖锐判若两人。好，我正好也没吃饭，你等着，我马上出门。说完，他看到不看我一眼，换好衣服后，一边补妆一边跟我说：“我闺蜜约吃饭，你不舒服就躺着吧，我自己去。”她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还特意喷了香水，穿了丝袜高跟，从背后看上去就像是在路边接客的小姐一样。出门时，她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忽然停下脚步：“你就不想说些什么吗？”我疑惑地看向他，为什么要拦你？他又生气了，生气得让我感到莫名其妙。你在阴阳怪气什么？你一个大男人能不能正常一点？那个视频来电是姜妍拿我手机换的，又不是什么特别要紧的东西，你至于吗？我摸了摸鼻子，笑了。我看他手机一眼就是没边界感，就是不尊重他人隐私。可姜妍却可以拿他手机为所欲为，不过无所谓了。我声音平淡，铃声挺好的，挺性感的。我不生气，我也没有阴阳怪气。你快去跟闺蜜吃饭吧。她站在眼底，盯着我看了半天，才噔噔噔地踩着高跟鞋离去。看着她的背影，
我突然想起了7年前，那是我们谈恋爱的第1年，刚刚毕业，我们都在疲于工作。为了省钱，我们俩在城中村租了个房子。那房子很破，可以说是危房也不为过。有一次下大雨，我下班跑回家，屋里几乎被水淹没。他裹着被子，蹲在椅子上，一脸委屈地看我。可当看到我手里给他带回来的小龙虾，他立刻跳到水里跑过来，抢过小龙虾，蹲在椅子上就大口大口吃了起来。吃到一半，他忽然抬起头，眼眶通红，不知道是因为辣的还是因为别的，一边嘶哈嘶哈地喘着气，一边认真地对我说：“哲哥。”我突然感觉到我好幸福啊！从那一刻开化4，我就发誓一定要给他最好的生活。我开始拼命跑客户，拼命应酬，他心疼我，自己也开始做起了销售的工作。有一次，我接他下班，快到家的时候，有一个喝得醉醺醺的男人经过，冲他吹口哨，出言不逊。我抄起木棍和那人打了一架，将那人赶走后，我才察觉到掌心传来的痛楚。低头一看，木棍上的木屑已经深深刺到皮肉当中。于欢欢心疼得直掉眼泪，抱着我就是一通哭嚎：“哲哥，我们一定会好起来的，一定会的。”他陪着我省吃俭用，走过了那段最黑暗的时光，成了公司，并一步步让公司走上正轨，买豪车，买豪宅，买奢侈品。我恨不得把全世界都买下来给他。在公司，她是年轻有为、美丽动人的女总裁，无数小年轻都恨不得能少奋斗几十年。偏偏于欢欢自己也享受那种年轻人的崇拜，因此我这个正牌丈夫成了那些人的眼中钉。他们以工作的名义加我的微信，关注我的社交平台，视奸我的生活。有胆子大的还会用小号给我发辱骂的短信，甚至故意在于欢欢的车上留下一些男士的用品，意图来刺激我和他的感情。我也生气过，也质疑过，希望他能解释，能给我哪怕一丝丝安全感。可8年的感情，如今终究还是走到了尽头。姜岩不是第一个，也可对不是最后一个，更何况我连这段感情都不抱希望了，又怎么会在意姜岩的可以挑衅呢？深夜，姜岩发了条朋友圈，照片上于欢欢被他搂在怀里，两人笑得肆意妄为，地点正是那家餐厅。文案：谢谢欢欢姐陪我去医院，知道我要见客户，还送我皮鞋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照片里能清晰地看到两人的下半身，看着于欢欢光洁的双腿，出门前特意换上的黑丝早已不知所踪，我就知道这条朋友圈是特意发给我看的，这是他在挑衅我。我起身将那条腰带丢进垃圾桶，而后把姜岩的朋友圈录屏保存。小男生的心思简单又龌龊。等到于欢欢再次回来，已经是第2天清晨，身上还带着一丝酒气。他似乎并不在意我还在休息，把门关得震天响，似乎很不满意我昨天的态度。这样做是为了向我表达怒意。我揉了揉眼睛，刺眼的灯光让我有些许烦躁。见我被吵醒，于欢欢满意一笑，脱掉外套，钻进被窝。随着他的靠近，我闻到一股香烟的味道，脑海中不由自主浮现出他坐在姜岩的腿上，胸口贴着胸口，舌头纠缠的画面。没有来的，我胃里一阵恶心，一把推开他，冲进厕所，抱着马桶一通狂吐。突如其来的反应让于欢欢愣住了，下一秒他的脸色铁青，冲进来怒斥：“张哲，你发什么疯？我就那么让你恶心吗？”我没有说话，看着镜子里他脖子上清晰的吻痕，以及裙子边淡淡的白渍，
加上那股男性荷尔蒙的味道，我更加恶心了。于欢欢气得浑身发抖，黑着脸直奔侧卧。换作是往常，我让他不高兴的时候，他也会这般作态，以表达自己的不满。每次我都如临大敌，主动道歉，哄他回来。可这次，我不仅没有哄他，反而将卧室的床单、被套以及一切刚刚被他碰到的东西全部丢了出去。但那股强烈的反胃感还是没有丝毫减弱。我在欺骗谁？7年婚姻，我以为他会改，以为他只是有钱了，想要出去享受一番。可他的态度，他的一次次越界行为，无一不表明他不爱我了。这次吵架，我没有去跟他低头，也没有去哄着他回来。于欢欢更加生气，每晚都刻意玩到深夜才回家，每次都故意摔门，刻意吵醒我。甚至在姜岩一次次对他发出各种邀请时，他还特意用扬声器放出来，生怕我听不见。我知道他就是想故意刺激我，让我表现出在意，让我生气，让我后悔。看尽我的丑态后，他会再假惺惺安慰我几句，仿佛施舍一般跟我重归于好，几个巴掌，给个甜枣，好像在训狗一样。只是可惜，我不再是那个只以他为中心的狗了。结婚7年，我和他彻底开始冷战。我不再理会他的那些小心思，而是将精力放在工作上。直到过去1个月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，他率领的团队签下了一扇大生意，让我陪他一起参加庆功宴。我开车去分公司接他时，等候在门口的却是他和姜岩2人。姜岩挽着他的胳膊，笑眯眯地看着我，语气里满是掩饰不住的阴阳怪气。张总，您是也要去宴会吗？可是你这一身好像服务员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说您穿的不得体，毕竟他想到什么般，嗤笑一声。上了年纪的人不会穿衣搭配是正常的。于欢欢并没有制止他，反而有些不耐烦地嘀咕：你怎么这么慢？都说了让你快点到，快点到，庆功宴都要开始了。我平淡解释，路上有点堵。说着，我伸手准备帮他打开副驾驶的门，可2人却径直坐上了后座。我有些僵硬地收回手，不再理会。可姜岩似乎并没有放过我的打算。张总，好长一段时间没看到您了。不说我说，您虽然只是公司的挂名领导，但也要工作的呀。哦，抱歉，忘了您年纪大了，精力不如我们这些小年轻。听着他明里暗里的嘲讽，我握着方向盘的手攥了攥。3年前，我为了让于欢欢放心，在公司宣布将总裁的位置让给他，自己则是挂了个闲职的部门经理。公司的老人都知道，可姜岩才进公司不到1年，也难怪他会这般挑衅我。2人在车后打情骂俏，丝毫不在意我可以透过后视镜看得一清二楚，可真是甜蜜呢。哦，对了，说到穿衣品味，姜岩又不怀好意地看向我。张总，欢欢姐的品味就挺好的呀，您身为她老公，为什么不能多听听她的意见呢？说罢，他还不忘假装疑惑地看向于欢欢。欢欢姐，你给我挑的这套礼服就挺好看的呀，怎么姐夫穿的跟路边捡破烂似的？于欢欢不屑地瞥了我一眼，淡淡道：狗肉上不了酒席。姜岩夸张地捂嘴笑了，一边笑一边跟我道歉：不好意思，张总，实在太好笑了这个笑话。话虽如此，他眼里却没有丝毫道歉的意思，反而都是讽刺和嘲笑。不等我开口，他突然挠了挠胳膊，一脸难受。不是，张总，您身上这是化纤材料的衣服。他动作越来越快，整条胳膊都被他抓得通红。哎呦，我化纤材料过敏啊。张总，您穿这种劣质衣服倒是说一声啊。
于欢欢心疼得一脸焦急，连带着看向我的目光也极为不善。靠边停车，我送他去医院。不用不用，姜岩赶忙摆手，随后一脸无辜地看向我。张总，您能自己打车去宴会吗？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又看了看旁边的于欢欢，见他丝毫没有反驳的意思，我冷笑，一脚刹车，随后我起身下了主驾驶，径直走到后座，打开车门，在二人的尖叫声中将他们拽了出去，而后关车门，上车，一气呵成。于欢欢气得直跳脚。张哲，你疯了是不是？赶紧滚下来！我一脸不解，他不是化纤材料过敏吗？那就让他坐别的车吧，我这儿容不下他这位金贵的少爷。于欢欢死死瞪着我，似乎下一秒就要上来狠狠挠我2下。姜岩估计害怕事情闹大，连忙在旁柔声劝阻，只是看向我时，他的目光带着浓浓的恶毒。我一脚油门扬长而去，只是没开出多远，手机叮的一声，趁红灯，我拿起一看，是姜岩发来的挑衅。照片里，他和于欢欢躺在酒店的大床上，后者赤裸着上身依偎在他怀里，手上还戴着我和于欢欢的婚戒。我冷笑，先前碍于我和于欢欢8年的感情，我允许他在我面前嚣张，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我这个老男人不仅可以轻松让他这个小年轻失去饭碗，更能让他的靠山身败名裂。到了庆功宴现场，除了几个公司的老人外，其他人几乎不认得我，也正常，毕竟我基本不怎么爱在公司里晃悠。于欢欢和姜岩姗姗来迟，于欢欢不知何时换了一套裙子，是一款高定的鱼尾拖地长裙，带着价值不菲的珠宝。在她身旁的姜岩穿着一身得体的黑色燕尾服西装，手腕上手表表盘上的钻石熠熠生辉。二人出场时，立刻夺取了所有人的目光，众人都惊掉了下巴，纷纷赞扬二人简直太过般配。于欢欢简单致辞，众人鼓掌的同时，还有小年轻起哄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一有人带头，众人纷纷附和，一时间宴会现场几乎统一了口号。于欢欢一脸娇羞，眸子中柔情似水，满含深情地看向姜岩，她唇瓣微动，似乎在期待着姜岩的吻。姜岩得意一笑，微微低头。在热情的浪潮中，二人闭上双眼。我坐在角落，看着录像里的两人，由刚开始的浅尝即止，到亲的难舍难分，口水拉丝。我放下脚背，轻轻拍手，一步步走到台前。精彩，精彩，可真是太精彩了！我的突然出声，将正陶醉的二人吓了一跳。于欢欢还是要脸的，急忙松开姜岩，眼神闪躲，有些心虚。张哲，你什么时候到的？我勾起唇角，这不重要，不是吗？重点是，我要是不到，怎么见证这么甜蜜的一幕呢？我上台，一把拽过他的手腕，用力将他推进姜岩的怀里。以后你们俩就别偷情了，光明正大的，多好。于欢欢脸色有些难看，到我面前压低声音：张哲，这么多人看着，你是要我难堪吗？还不赶紧滚下去！一旁的姜岩如同斗胜的公鸡一样，搂着于欢欢的腰身，鼻孔朝天，一脸得意。张总，您喝多了吧？跑这儿来发什么疯？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，配得上欢欢姐吗？我淡淡笑了笑，我配不配得上，这个不用你操心，你该操心的是自己的饭碗怎么保住。说完，我猛地一拳打在他的鼻子上，伴随着清脆的骨骼断裂声，姜岩鼻血狂喷，踉跄着坐在地上，发出痛苦的哀嚎。张哲，你疯了！他愤怒地冲我咆哮，可我一句话不说，
上前又是一脚踹在他脸上，牙都掉了几颗。我理了理身上的衣服，慢条斯理地拿出一根烟点燃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从怀里掏出一张人事通知书。小子，收拾你的东西，滚蛋！突如其来的变故顿时惊得全场无声，众人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，却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声援。毕竟普通员工虽然不认识我，但对于姜岩这种仗势欺人的小白脸都没什么好感，巴不得他被教训。而且大家都不是傻子，如果我没有任何底气和身份，又怎么可能在这样的场合直接动手？更何况从我刚刚说的话也能分析出，这恐怕是家庭矛盾。几乎第一时间，众人看向姜岩的目光就变了，变得充满讽刺和嘲弄。姜岩气得直咬牙，哦不，他连咬牙都做不到了，只能用那种怨毒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我，恨不得我被千刀万剐。但他也清楚我的身份，此时此刻，他只能将目光看向一旁的于欢欢。欢欢姐，他居然对我动手，还想开了我，我可是您的私人助理，他有什么资格开除我？于欢欢脸色铁青，将姜岩挡在自己身后，低声威胁：张哲，你究竟想怎么样？这么多人看着，你想毁了公司的声誉不成？赶紧滚！我抬眼看他，似笑非笑。哦，你确定？你一个公司总裁，公然调情男下属，相比较下来，似乎你才是那个影响公司声誉的人吧？于欢欢脸色一僵，似乎这才想起来，站在他面前的才是公司的正牌总裁和实际控股人，而他刚才抱着亲的难舍难分的只是他的下属，这就是赤裸裸的出轨。而我亲眼目睹一切。于欢欢脸色微微苍白，但还是硬着头皮解释：刚刚气氛烘托到这儿了，我只是不想姜岩下不来台。你一个大男人，干嘛总是斤斤计较呢？我冷笑摇头，一个小白脸还要上面子了，可笑！我毫不掩饰的话，让于欢欢的脸色微微一变，用力抓住我的衣袖，低声呵斥：闭嘴！这样，等我回去跟你解释。你先假装喝多，别让姜岩难堪。说到这儿，也不管我什么反应，他摆出总裁的架势，冲我厉声呵斥：张哲，还不赶紧跟姜岩道歉？还有，你哪来的人事任命权？姜岩捂着鼻子起身，几乎贴在于欢欢身上，一脸委屈，在于欢欢耳边轻声埋怨：欢欢姐，真是委屈你了，嫁给这样的暴力男。说着，他冲我扬了扬下巴：张总，这种场合是对公司、对项目有贡献的人才可以参加的，你一个后勤部的跑到这儿来不合适吧？还是说你是因为嫉妒我，所以才动手打人？因为掉了2颗牙的缘故，他的声音有些含糊不清，但丝毫不影响他的嚣张跋扈。张总，不是我看不起你，你说白了就是个吃软饭的。没有于总，你是什么东西呀？现在还动手打人，怎么软饭硬吃？一番话看似义愤填膺，实则字字句句都是贬低我，嘲讽我是个软饭加暴男。可惜他拍错了马屁，也得罪错了人。我轻轻为他鼓了鼓掌，目光从一旁的于欢欢身上扫过，微微一笑：哦，对公司有贡献的人，那我请问你一个小助理，对公司有什么贡献吗？姜岩得意地将于欢欢搂在怀里，挑衅之意不言而喻，当然是协助于总办公了。于总可不止一次夸我活干得好呢，不像某些人一大把年纪屁用没有，就知道争风吃醋。我嗤笑摇头，呵呵，没再理会二人。我拍了拍手，背后的大屏幕立刻开始滚动播放他那些挑衅我的朋友圈。谢谢欢欢姐陪我去医院，
知道我要见客户，还送我皮鞋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你33，我23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老男人，诸如此类的朋友圈和信息数不胜数，以及那些不堪入目的亲热视频，在车上挑衅我的种种，如同一枚炸弹丢进人群般，瞬间在场的人们爆发了激烈的讨论。姜岩平时看着一本正经的，结果背地里也爱搞这种调调，我操，真恶心！他才是那个软饭硬吃的吧？我说他怎么那么有钱，又是豪车，又是名表的？众人的情绪越来越愤怒，看向姜岩的眼神也是越来越不屑。姜岩的脸色更是红了白，白了青。他愤怒咆哮：张哲，别以为随便编造几张图片就能颠倒是非，你就是嫉妒，嫉妒！说罢，他还看向于欢欢，似乎在等着后者帮他说几句好话。欢欢姐，你快开了这个狗男人，开了我！我冷笑，他也配？一句话瞬间让于欢欢脸色苍白，估计他现在才回想起这个公司的真正领导人是谁。愣了一下后，他赶忙甩开姜岩，朝向我，满脸慌乱。张哲，这些我可以解释的，我跟他真的只是一时新鲜而已。姜岩傻眼了，好半天才反应过来，连忙抓着于欢欢的胳膊，如同抓住救命稻草一般。欢欢姐，你不能这样！欢欢姐，你明明说过你爱我，你还夸我活好。你说张哲就是个没有情调的老男人。于欢欢脸色更加苍白，但姜岩清楚，他想抓牢大腿就必须靠自己。明明只有我才配得上你，你不是说你怀了我们的孩子吗？答应我，把他开除，我们一起把孩子养大，我会对你负责的，我会是一个好爸爸的。一旦激起千层浪，就连我都没想到，这二人居然已经苟且到了这个地步。回想起来，自己还真是一只合格的绿毛龟呢。于欢欢脸色铁青，一把挣脱他的手，狠狠一巴掌甩在他的脸上。闭嘴！不顾姜岩的哀嚎，他又伸手想要拉住我，嘴上慌忙解释：张哲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我和他真的没有关系，我只是把他当作曾经的你，求你相信我，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，事实摆在眼前，还要狡辩吗？我打断他：于欢欢，你真当我傻逼吗？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追究，事实上我压根不在乎。于欢欢一愣，整个人都像是丢了魂一样。我继续平静开口：你还不明白吗？你们亲也好，上床也好，我都无所谓，我会请人拟定离婚协议，再次祝福你们二位。于欢欢眼泪一下就掉了下来，哽咽着解释：那晚的照片是我们玩游戏时输了，就是个玩笑，还有那个皮鞋是他谈成了业务。我不想听下去，直接摆手：那你包里的孕检单怎么解释？于欢欢不知道，那晚吵架的时候，我就在他包里发现了孕检单，只是一直没声张罢了。我想看看他究竟能无耻到什么地步。于欢欢慌了，甚至开始胡言乱语：我可以把孩子打掉。张哲，你不是想要自己的孩子吗？我还可以再生。我皱起眉，很不耐烦：于欢欢，你的脸皮有够厚的呀！他和别的男人出轨上床，有了孩子后，想到的弥补我的手段，竟然是重新为我生一个。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我看着于欢欢，一字一顿：于欢欢，你搞清楚，我不是非你不可的。于欢欢愣住了，眼里满是不可置信。他不敢相信，曾经那么爱他，处处宠着他的我，曾经因为他的一点情绪就患得患失的人，现在怎么会说出如此冷漠和决绝的话来？曾经我连一句重语气的话都舍不得说，现在却会用最冰冷的话语毫不客气地重伤他。
那些曾经他用来打压我、辱骂我、给我造成无尽痛苦的话，如今我只用一句话奉还给他：离婚吧，于欢欢。我曾经的确很爱于欢欢，他陪我度过了太多艰难的日子，在创业的日子里，他算得上我身边唯一的亲人，也是唯一的那道光。可惜他失去了他的初心，他的光芒曾经的确照耀过我，但如今那光芒却像是利刃般将我刺穿。姜妍被辞退了，我将家里所有关于于欢欢的东西全都打包带到垃圾场付之一炬。本以为那天说的已经够明白，可他却像是突然转性一般，每天给我发那些长篇大论的小作文，诉说着自己的委屈，诉说他爱我，甚至他每天都会给我的办公桌上放早餐，在家门口堵我：张哲，我们不离婚好不好？我发誓，我以后只爱你一个人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真的舍不得我们的感情。他哭诉着，眼里满是真诚，真诚道：若不是我知道他曾经做过的那些荒唐事，我真的会相信他说的话。我盯着他的眼睛问：真的吗？你是舍不得我们的感情，还是舍不得现在这种富足的生活？你能保证自己以后不会再和姜妍有来往吗？于欢欢似乎察觉到了希望，立马煞有其事地指天指地。我于欢欢发誓，话没说完，他的手机响了，还是那恶心的气泡音，还是二人合照的视频。我笑了，笑得一脸嘲讽。是啊，他连孩子都愿意给他怀，又怎么会那么轻易地放下呢？张哲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个孩子我一定会去拿掉。够了！我打断他的话：于欢欢，别让我觉得你下贱。他一愣，我继续在他伤口撒盐。从你第一次出轨那晚，我就察觉到了一切，可你不但不收敛，反而变本加厉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每次凌晨回家，身上都带着姜妍常抽的那种烟的味道。于欢欢张了张嘴，可却什么都说不出口，只是捂着耳朵摇头，豆大的泪珠雨点般滴落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为什么不说？我弯腰凑到他耳边，声音轻柔，躺在别的男人身下，你很享受吧？不，我没有，我喝多了，我不是。他歇斯底里的哭嚎，我心底却并没有几分报复的快感，只是觉得悲哀。于欢欢最终签下了离婚协议书，或许是觉得愧疚，他选择净身出户。事实上，就算他不给，我也准备好了所有证据，时刻准备将他彻底剔除出公司。而姜妍得知于欢欢一无所有后，立刻去抱别的大腿。至于具体，就不是我该关心的了。未来很长，我还有大把时光，救人也好，救事也罢，就让岁月抚平一切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